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用这句诗来形容现在北京景山公园举办的牡丹花卉，实在是太贴切了。跟我一起来去看看景山公园的牡丹。景山公园现在有个牡丹文化节，这是景山公园的西门，和北海公园的东门挨着。今天来景山公园是来看这里的牡丹花卉的。今年景山公园的牡丹花开得比往年早一些，很多朋友都提醒我说赶紧去看看吧，要不花儿都谢了。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园是在景区的东门，今年展出的牡丹花有2万多株，有9大色系10大花型，包括久负盛名的洛阳牡丹、菏泽牡丹，以及国内珍贵的其他品种。作为北京人，不用出北京就可以看到一场牡丹盛会，确实很幸福。这边就是公园的东门，带着大家从这里转一转。东门的入口处就有牡丹元素景观的展示，旁边就是著名的牡丹园。牡丹园内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已经盛开，和园区里的古建交相辉映，营造了大气的国风美感。据说景山公园是华北一带最集中的赏牡丹的区域。今年整个公园里汇集了国内外的牡丹品种多达500多种，2万多株。除了很多人喜爱的鲜艳的红色系牡丹，这里还有绿色系牡丹和黑色系牡丹，其中黑牡丹正在盛开，而绿牡丹也马上要开了。牡丹园的北边就是观德殿，里面也有很多的牡丹。据说这个观德殿是皇帝观看臣子射箭的地方。景山公园以前是明清帝后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，里面保存着寿皇殿、观德殿等很多的古迹文物，现在维修的都非常漂亮。这是观德殿院中的牡丹园，这里进去就是观德殿，里面有个很大的画展，进到店里看一看。展出的是写意花鸟画，里面还有东西配店。观德殿内的牡丹花品种也非常的多，很多牡丹花的直径都达到了20-30厘米。伴着红墙绿瓦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牡丹公园的牡丹花的品种非常多，很多花甚至可以开到5月。正午，这花都蔫了。最早绽放的一批牡丹花已经快凋落了，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国外的晚花品种也将逐渐开放。牡丹园里的仙鹤造型，其实今年本打算去洛阳看牡丹，后来听说那里真的是人山人海，想着还不如留在北京，在北京可以看到皇家园林里的牡丹。而且景山公园花展期间的门票也只有10块钱。除了这片牡丹园，旁边还有很大的牡丹花展，整个公园都弥漫着牡丹花香，不少市民都会来这里打卡拍照。花园的旁边是寿皇殿，这里也是近几年才维修开放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参观。寿皇殿的门前是一组牌楼，东西南3面各立了4柱酒楼式牌坊，宫门外还有一个玉兔的雕塑。
寿皇殿就在景山的正北中轴线上。这里是供明清2代皇帝停灵、存放遗像和祭祖的地方。记得以前这里是北京市少年宫，小时候经常来这里参加活动和比赛。这是寿皇殿的专城门，从这里进去就是寿皇门和寿皇殿了。说到景山的由来，在元代这里有座小土丘叫青山，属于元太后后院的范围。后来建紫禁城的时候，把挖掘紫禁城筒子河的一些泥土堆在了这里，形成了5座山峰，称为万岁山。明清时园内种了很多果树，养过鹿、鹤等动物，所以这个山下也曾叫百果园，山上叫万岁山。清顺治年间，万岁山改称为景山，在乾隆年间在山上修建了很多的亭子。由于景山园林从元代起就划为皇宫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按照皇宫的规制建造，等级之高，形态之异，原貌保持之完整，非常的少见。在清末民初，景山公园也经历过衰败和复兴。1928年，景山被辟为公园，属于故宫博物院管理，修葺后供游人观赏。2001年，景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公园里有古树1000余株，另外这里春夏秋3季都是花团锦簇，经常举办花卉展览，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充满了新时代的生机。现在来到的就是寿皇殿了。这座宫殿可以说是气势恢宏，上去看一看。这个寿皇殿是正殿，面阔9间，进深3间，前后都带廊，是一座非常宏大的建筑。进去参观一下。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，这个寿皇殿是2018年修葺之后开放的。殿内有嘉庆帝的御书、诏文天下、对月在天等。早期这里摆放了清末的9任皇帝的画像，不过现在还没有恢复原状。这个寿皇殿是清乾隆时期将旧殿拆除，在这个位置新建的，就位于景山的正北方。以前这里是北京市少年宫，我还在这里参加过很多比赛，并获得过北京市的冠军。猜猜是什么项目？这里面还有很多组建筑，这是碑亭。西配殿的东配殿，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展览，还配合了一些影像的资料。这些展览让我们对历史能多一些了解。以前这个东配殿是存放这个宫廷乐器的地方。景山公园里最重要的是景山，我们到山上看一看。山下除了牡丹园，还有郁金香花。景山曾经是北京城的制高点，也在中轴线上，就在故宫博物院的正北方向，可以望下俯瞰故宫。傍晚时分来这里，正好可以看到日落紫禁城的美景。山上有5座亭子，分别为关庙亭、周赏亭、万春亭、富览亭和机坊亭。中间最高的万春亭正在修缮，这个是关庙亭，从这里可以看一看故宫。东边可以看到北京的 CBD 的高楼。以前在景山拍过日落，所以这次就不等到日落了，下山。下山的沿途也有很多的牡丹。景山公园的这些牡丹观赏期将会持续到5月中旬。
如果要赏中华国色，品古韵天香，可以在近期过来看一看。结束，东门出去。